今天给大家讲一个耳熟能详的故事。有一个老军医在伦敦开了诊所，他有个室友是个神奇的侦探，总能破一些警察破不了的案子。而他们所住的地方叫贝克街221B。说到这儿，大家应该都猜到了吧？今天咱们来讲讲福尔摩斯。作为知名大 IP， 福尔摩斯的故事不知被翻拍过多少个版本，其中不乏优秀的改编，比如别人曾经解说过的英剧《神探夏洛克》，直接把福尔摩斯的故事搬到了现代。而本期视频我们要介绍的是众多版本中的又一颗沧海遗珠——俄罗斯版的福尔摩斯探案。故事发生在19世纪的伦敦，此时的伦敦城可以说是大英污水池，全英国的懒汉都汇集在这里。刚刚从阿富汗回来的军医华生也选择做一个轮漂，为了展开新生活，他还特地买了瓶法国香水。记住这个香水，后面会考。华生有2个梦想，一是开私人诊所，二是当个作家。为了快点把诊所开起来，他刚下火车，立马去报社登广告，没想到却被拒绝了。听着这米字旗老伦敦人说一声哈拉少，这味儿可真是盖了帽了。华生刚到伦敦，连住的地方都没找到，也就没有诊所地址。而正在他找房子的时候，恰巧就听见了街上有人喊一声，走近一看，一个人躺在地上呻吟。这是咋回事呢？时间倒退回几十分钟前，一个叫白金酒吧的破酒馆迎来了一位格格不入的贵妇。她是海军上将的遗孀，妥妥的体面人，我们就叫她寡姐。寡姐来这儿是要见一个200斤的大力士，名叫彼得加利，因为心狠手辣，也被叫做黑彼得。在这里，我们叫他老黑。老黑以前是寡姐亡夫船上的水手，后来他做大做强，成了一艘捕鲸船的船长。他们在这里见面要干嘛呢？只见老黑拿出一封信交给寡姐，可寡姐一边把信烧了，一边质问老黑：“怎么才1封信？你那不是有1沓吗？全给我拿出来！”而老黑就很坦荡了：“我是在勒索你啊！你不给钱，我当然不会把信全给你。”寡姐的跟班气得想直接动手抢，但尴尬的是他打不过老黑，于是2人只好先扯为敬。不过所有人都没有注意到，酒吧里还有一个贼眉鼠眼的小偷，正像老歪脖子树一样盯着他们的一举一动。小偷跟着老黑来到街上，仅仅是打了一个照面，就把一件沾着红丝带的东西给顺走了，看样子像是老黑勒索寡姐的信件。可小偷还没来得及得意，突然就在大街上发出惨叫。路上行人见到后大声呼救，华生被这听见呼救声才赶了过来。好了，时间线收束了。在华生赶到之前，已经有一个眼镜仔到场了。估计大家都猜到了，这个眼镜仔就是大名鼎鼎的夏洛克·福尔摩斯。不过对华生来说，还是头一次见到这么奇葩的人。在华生检查伤口的时候，福尔摩斯已经开始检查现场，然后盘问嫌疑人。嫌疑人是一位马车夫，相当于现在的出租车司机。因为小偷是在马车经过的刹那间倒地的，所以现场有人指认是马车把人撞死了。但福尔摩斯却不这么认为，所以他断定这绝不是交通事故，而是蓄意谋杀。车夫也在大喊冤枉，他当时载着一位乘客经过这里，突然听见有人惨叫，就把马车停了下来。而在停下车的第一时间，车上的乘客就跑到了死者那里，车夫还以为他去帮忙了，可后来人就没影了。福尔摩斯接着问他记不记得那人的长相，车夫流下2行泪，他前天晚上醉酒，现在完全不记得乘客的长相了。同志们，喝酒不开车，宿醉最好也别开了。车夫只记得此人缺了一根手指，我们可以叫这位乘客九指。经过一番思考，福尔摩斯表示九指才是凶手。当时九指坐在马车里，在靠近死者的刹那，他打开车门，伸出凶器，对着死者的脖子来了一下子。而死者外翻的口袋证明，九指下来之后把死者身上翻了一遍，所以他应该是为了找什么东西才杀人。至于具体是什么东西，有没有被拿走，暂时不得而知。另外，死者的手里紧紧攥着一枚扣子，应该是在挣扎时从九指的衣服上拽下来的，还有可能可以证明九指的真正身份。九指在搜证之后，把凶器丢在路边就离开了。福尔摩斯在现场找到了一根铁条，从痕迹上看就是凶器。最终警察把现场收拾干净，福尔摩斯和华生也被打包带回警局。在做记录的时候，福尔摩斯请求华生伪造一下证词，就说自己看到了那个凶手是一个高个子、宽肩膀、穿海员大衣的男人。华生不解其意，福尔摩斯信誓旦旦地表示凶手一定就长这样，并且告诉华生，如果不这么说，那个无辜的车夫很有可能就被这帮废物警察冤枉成了凶手。但华生是个有信仰、有道德的军医，自然没有同意。探长老雷来到警局后，对福尔摩斯没有一点好脸色。这里的苏格兰场就是伦敦警局的别称。这个时期的伦敦可以说是代英格兰市不列颠洛圣都，各种犯罪呈现出了勃勃生机、万物竞发的势头。就光说今天一早，老雷就已经接到了4起抢劫案，出去围捕了2波犯人，还打了2场枪战。本来警察都把这件案子认定为交通事故了，可偏偏你福尔摩斯硬说是谋杀案，你这归找茬是不是？老雷本来就不累查案，在辨别了死者的身份是小偷以后，更是决心把案子做成交通肇事。这样不光少了一桩杀人案，而且和小偷相关的一系列案子都能结案了。简直就是萤火虫碰电网，赢麻了。于是局长把福尔摩斯赶出去，准备把交通肇事的罪名栽到车夫身上。
一旁看着的华生突然就理解了福尔摩斯的良苦用心，果断修改了证词，说自己看到了凶手，这才洗刷了车夫的嫌疑。等华生和车夫一道走出警局，福尔摩斯就对着华生满嘴跑高铁。我知道你是个军医，受过伤，从阿富汗回来，今天刚到伦敦，你肯定没地方住。这2天伦敦旅馆爆满，肯定没房间。我给你写个地址，这里刚好有间房子出租，来跟我做邻居吧，咱俩谁跟谁啊？说完就走了，独留华生一脸蒙圈。不过这对华生来说也算是瞌睡时低枕头，起码解决了开诊所没地址的问题。他果断回到报社，把刚刚没打出去的广告打上了，诊所的地址就定在贝克街221B。而等华生真正上门时，遇到了这么件趣事。开门的老太太误认为他是福尔摩斯的小提琴家教。好家伙，福尔摩斯在这套公寓里也算是一方祸害了。不过眼前这位大婶并不是房东，而是住在1楼的邻居。这会儿福尔摩斯不在家，一直等到晚上，华生打算躺下看书，才听到对门的动静。是不是觉得邻居们太有礼貌？锯木头应该没这么难听吧？就在华生打算上门的时候，锯木头的声音突然没了。只见福尔摩斯打扮成邋遢的样子，鬼鬼祟祟的出了门。出于好奇，华生尾随其后，发现福尔摩斯来到一家酒吧，正是开头提到的白金酒吧。华生看见他与几个水手喝酒聊天，并且进行了友好的交流，然后就被拖死狗一样拉出来打。不过既然被华生撞上了，那就只能给流氓们小刀拉屁股开开眼了。可这被救的侦探毫不领情，反过来埋怨华生多管闲事。他解释道，自己学过拳击，完全打得过这几个人，愿意挨打是为了审问他们，打听一个缺了手指的水手。现在好了，人却被华生打晕了，不但没法审，还被别人发现报了警。福尔摩斯一边絮叨，一边在晕倒的壮汉身上摸了半天，找到了一枚徽章一样的牌子。之后，警察的哨声响了起来，二人夺命狂奔，甩开警察，溜回了贝克街的家。华生终于有机会问出自己的疑问：这年头又没有大数据，福尔摩斯是怎么知道他的身份的？一顿装逼让福尔摩斯非常舒畅。之后2人聊起了白天遇到的杀人案，正好我们也来整理一下案情。之前我们说过，九指杀小偷很可能是为了找什么东西，但他不知道的是，小偷一般会把重要物品藏在长筒袜里。所以在苏格兰场的时候，福尔摩斯背着警察摸了死者的长筒袜，并把里面藏的东西藏起来带回家了。这是用红丝带缠起来的一沓信，这是小偷从老黑那里偷来的。这些信是一个叫小鹿的女子写给情郎的，可以简单判断出小鹿的姨妈不同意2人结婚，就把她关在家里关了1个月。见不到心上人的小鹿就疯狂的写信，但是这些信为什么会落到老黑手里？老黑又为啥拿着信去勒索寡姐？小偷和九指又为何盯上这些信？为了搞清这一切，福尔摩斯决定使出一招钓鱼大法。他在报纸上刊登了声明，声称自己捡到了一沓扎着红丝带的信，让失主到贝克街221B 领取，然后坐等失主或者凶手上门。除了这些信，福尔摩斯手上还有2个线索，一个是死者手里攥着的那枚扣子，一个是犯罪现场的凶器铁条。从铁条的切口来看，应该是从栅栏顶上锯下来的。然而爬上栅栏锯一根铁条太费劲，正常人有这功夫早就换武器了，所以这一定是从倒下的栅栏上锯的。只要在伦敦城找到这个倒下的栅栏，就能追查到线索。第2天，福尔摩斯出门寻找，找了一圈，还真让他在一个仓库外找到了那个倒下的栅栏，而仓库的名字也和酒馆打架的水手身上找到的徽章对上了。更巧的是，那个仓库就在白金酒吧附近。现在几乎可以确认，那个当街杀人的九指就是一个渔船上的水手，而且绝对和昨晚华生打晕的4个人是一条船上的。如今只剩下1个线索没查出来，那就是扣子。恰好他们楼下的邻居奶奶是海军将领的遗孀，对海上的东西熟悉的不得了。于是福尔摩斯就五体投地的问了一下，得知那枚扣子上的标志其实是圣马丁号捕鲸船。而大家看到福尔摩斯躲在门口请教的样子，则另有原因。我们稍后再表。解决一个问题，另一个问题的机缘也到了。之前被老黑勒索的寡姐看到福尔摩斯在报纸上的声明后，来到了贝克街。原来寡姐是个贵族，她的侄女小鹿是她唯一的财产继承人。为了融入上流社会，小鹿和一位伯爵订了婚，再有1个月就要结婚了。但有一天，寡姐收到了一封信，信里告诉她，小鹿和另一个小伙子小罗正恋奸情热。为了不影响和伯爵的联姻，寡姐强扭了这个瓜，断绝了小鹿和小罗的一切来往。而小鹿被禁足后，就开始疯狂写情书，并且派他的房间的佣人去送信，一连写了12封都没有回应，因为佣人根本没有替他送信，而是自己保存了起来。无巧不成书，这个女佣就是老黑的媳妇儿。于是不久后，寡姐就收到了老黑的敲诈，要求他支付1500英镑换取这些信，否则就把小鹿的私情公布出去。无巧不成书，听完寡姐的遭遇，福尔摩斯接过了这桩生意。信一共有12封，除了他手上的，还有一半下落不明。这套操作像极了黑吃黑。寡姐同意了这场交易，掏了钱就走了。之后福尔摩斯急忙出了门，并且嘱咐华生在家待着，如果有人来找，一定要记住来人的特征，因为他的钓鱼计划应该能钓上2条鱼，一条是寡姐，另一条就应该是凶手了。
果然华生正洗澡的时候，突然听到隔壁有翻东西的声响，于是他拿起枪摸进隔壁。华生慌忙站起来，衣衫不整，光着脚追了出去，爬上了那个洗衣者的马车，来到一处房屋，趴在窗外偷听屋里的动静。而另一边，福尔摩斯去了一趟珠宝店，再回来的时候，发现探长老雷出现在了他家。老雷把福尔摩斯带到了一个地方，这是华生追到的屋子。不过此时华生已经被当作嫌疑人被审问。屋外有一条狗的尸体，屋内老黑已经被一根鱼叉扎在了墙上，地上只有一片脚印。拜伦敦的气候所赐，小屋的门口就是一堆烂泥，所以地板上的脚印很清晰。福尔摩斯仔细观察，根据脚印，他先找到了失踪的老黑媳妇，人已经凉透了，身上有好几处刀伤。然后福尔摩斯判断老黑在这儿接待了一位客人，而且很熟，两个人喝了酒，碎了的杯子证明他们谈崩了，开打了。酒瓶里的酒量说明老黑当时已经喝醉，根本打不过对手。从地上脚印和老黑身上的伤痕来看，对方是一个职业拳击手，步伐和出拳频次都非常专业，老黑完全不是对手，所以老黑拿起了鱼叉反击，但那个客人抄起鱼叉，直接把老黑钉在了墙上。另外，根据屋内的凌乱程度推断，杀人凶手在翻箱倒柜找某样东西，随后打斗和翻东西的声音惊动了老黑的媳妇儿，他在惊吓之余把狗放了出来，见势不可为，凶手就离开了。走的时候顺带给了门口偷听的华生一拳。在现场还有一个女人的脚印，显然是老黑媳妇儿。当她进屋看到老公挂在墙上，第一反应是查看机密，也就是另一半信有没有被拿走。只不过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房间里还有一个特别的男性脚印，而这个鞋印也出现在院子里搜狗旁边。这个人原本就在房子周围隐藏着，等老黑媳妇拿出信的时候，他就出场，一刀捅死了老黑媳妇，拿走了藏起来的信。第二天，警察在尸检时，福尔摩斯从老黑身上的淤伤看出，那个拳击手少了一个中指，这不就对上了吗？杀死老黑和小偷的是同一个人，九指，曾经是圣马丁捕鲸船的水手，还是专业的拳击手。这几条线索已经把犯人锁定了。可杀死老黑媳妇和狗，拿走信件的又是谁呢？咱们暂且按下不表。福尔摩斯化身成一个拳手，前来挑战9根指头的对手。再来，华生担心这个2把刀上场会被人打死，于是他物理教育以德服人。正他同意后，华生上场了，把九指打趴下后，警察趁机冲进来抓人。在警察的马车上，九指疑惑自己为什么被抓，而老雷却回答是背后的雇主出卖了他。作为污点证人，雇主已经被免除惩罚了。九指听完十分愤怒，他找到机会打倒警察逃跑了。而这其实是福尔摩斯和老雷的钓鱼计划，为了就是跟着九指找出幕后的雇主。趁着九指逃跑这段时间，福尔摩斯和华生来到了寡姐家，给寡姐一个调查结果。巧的是，寡姐把小罗也叫来了，小情侣见面比过年还高兴。趁此时机，寡姐郑重地提出，她同意小鹿和小罗的恋爱，问小罗愿不愿意娶自己的侄女，这让俩人差点乐疯。小罗简直不敢相信。没想到的是，福尔摩斯要求小罗写一份声明，表明自己和小鹿从没有过恋爱关系，今后也没有一切联系。奇了怪了，为什么小罗会这么爽快地答应呢？因为小罗和小鹿的爱情仅仅是他做的局，目的就是敲诈勒索。还记得寡姐在家里收到的匿名信吗？从笔迹对比和纸上残留的香水味可以确定，那封信其实是小罗写的。他原本打算情路到手就去找寡姐勒索，但是没想到半路杀出了个老黑。老黑和媳妇的计划与小罗一样，在拿到信后，老黑把它分成了2份，一部分藏在家里，一部分放在身上，由老黑和寡姐去谈价钱，而被截胡的小罗则雇佣了九指把信抢回来。没想到小偷偷走了老黑身上的信，九指先杀小偷，再入室抢劫，最后杀了老黑，都没有找到信。而那个杀了老黑媳妇和狗，拿走另一半信的人，应该就是小罗。因为杀人现场留下了一张手帕，上面有很强的法国香水味，恰巧福尔摩斯和华生对这种香水味很熟悉，正是小罗身上的味道。但这样的证据并不能把案子锤死。最终福尔摩斯放小罗离开，并且给了他一句忠告。这话算是忠告了，因为九指正在找雇主报仇呢。果然，等再次在小罗家里见到小罗的时候，他的第2、3节脊椎已经被打断，10分钟前就凉了。福尔摩斯在房间里发现了被丢掉的法国香水，在小罗尸体上找到了另一半信件，最终把信交还给了小鹿，而九指也没能逃脱法律的制裁。现在几乎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，不过还有个疑问：小偷偷信的动机是什么呢？难道仅仅是巧合吗？首先，在小偷身上发现的物品，除了扣子和信之外，还有一条非常珍贵的项链。福尔摩斯在第一次和寡姐见面的时候，曾问过她是否丢过什么首饰，而寡姐当时的表情很不自然，所以她走后，福尔摩斯就去了珠宝店鉴定那条项链，确认那是一套首饰中的一件，整套能值500多英镑。据此，福尔摩斯判断是寡姐用首饰雇佣小偷偷信，这条项链就是定金。最终一切回到正轨，小罗和伯爵顺利举行婚礼，过起了同床异梦但奢华的生活。而福尔摩斯和华生一起坐在壁炉前，一位让人心动的女人即将出现。这部剧的房东不再是一位老妇人，而是个漂亮的大姐姐，颇有纯情房客俏房东的意思。在福尔摩斯的各个版本中，
俄版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版，整体来说，这部具有忠于原著的情怀，也有对原著的颠覆。不过改编都很合理，让人眼前一亮。